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Jen。简直不敢相信，作为新加坡引以为傲的物流巨头，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巨无霸，普洛斯竟然传出要放弃家门口的新加坡交易所，转身投入香港的怀抱，去完成那个估值高达200亿美元的超级 IPO。消息一出，满座哗然，很多人都在问，新加坡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难道真的留不住自家的亲儿子吗？难道在吸引顶尖巨头这方面，新加坡真的输给了香港吗？先下结论，新加坡不仅没输，反而赢得非常漂亮，甚至可以说是老谋深算。虽然普洛斯选择了香港进行整体上市，但你看看新加坡的 REIT 市场，那简直是稳如泰山。在全球经济波动的2025年到2026年，新加坡凭借极其透明的监管和平均 5% 到 6% 的稳定收益率，成了全球防御性资金的避风港。新加坡的投资者现在心态变了，他们不再盲目追求那种心跳加速的超大型 IPO， 而是变得更有深度。没错，像普洛斯、OSIM 这些大企业离开本地股市，确实让新加坡金管局感到了压力，甚至专门成立了评估小组来反思。但这种反思带来的不是妥协，而是更加精准的差异化竞争。新加坡看清了现实，不再硬碰硬的去和香港争夺那些超大型中国企业的 IPO， 而是转身去拥抱那些更有区域纽带的成长型公司。甚至他们还推出了与纳斯达克的双重上市桥梁，这哪是失败啊？这分明是断臂求生后的战略进化，是金融中心从大而全向精而美的华丽转身。普洛斯选择在2026年赴港上市，不得不说，这个时间点选的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精准。你回过头看2025年香港 IPO 市场，就已经夺回了全球集资冠军的宝座，而2026年这股浪潮只会更加汹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首先，美联储开启了降息通道，这对于像普洛斯这种高杠杆、高分红属性的资产来说，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估值吸引力蹭蹭往上涨。再看政策红利，香港联交所现在为了吸引新经济企业，真的是拼了。18C 章程等规则的优化，刚好对准了普洛斯现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可再生能源定位。更有杀伤力的是互联互通机制的不断深化。2025年南向资金的买入量已经占到了市场流动性的1/3。对于普洛斯这种在大中华区根基极深的企业来说，内地投资者的认可才是它估值最硬的底牌。根据预测，2026年香港的集资规模可能达到3500亿港元。如果普洛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成功挂牌，它将成为港股复苏过程中最耀眼的标志性大单。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胜利，更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地位的再次证明。它告诉全世界，香港依然有能力消化这种超大规模、国际背景的 IPO。普洛斯的加入也为那一长串内地企业上市名单增添了珍贵的国际化成色。大家肯定好奇，凭什么普洛斯敢喊出200亿美元的估值？他的底气到底从哪儿来？其实在2024年到2025年间，普洛斯在后台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财务大洗澡和去杠杆操作。最亮眼的动作莫过于2025年3月完成的那笔交易，把中国以外的资管业务以数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的 Ares。 这笔买卖不仅给普洛斯带来了巨额的现金回流，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净化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长期以来，市场对普洛斯轧高杠杆一直捏着一把汗，特别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那些日子里。但通过这次断舍离，普洛斯的净杠杆率预计从 27% 直接降到了 24%。 这一降下去的是风险，升上来的是投资者的信心。这就好比一个负重前行的长跑运动员，
在冲刺前脱掉了沉重的铅块。这不仅是为了还债，更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 IPO 准备一份最完美的成绩单。现在的普洛斯业务重心变得异常清晰，剥离了分散在日欧美等地的业务后，它变得更专注、更纯粹。它现在的大本营就是大中华区，这是一个高增长、高确信度的市场。通过这种地理上的偏移和管理权的移交，普洛斯成功对冲了地缘政治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这种瘦身计划让它在资本市场面前显得格外干练。200亿美元的估值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真金白银撑起来的雄心壮志。如果把视角拉得更高一点，你会发现普洛斯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物流本身，它就像是亚洲经贸大动脉上的心脏。随着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红利全面释放，普洛斯核心市场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了。RCEP 让跨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普洛斯在东京，在中国沿海的那些高标准物流设施，就是这些价值链流转的物理底座。你看那惊人的数据，2025年普洛斯中国的新签租约同比增长了 10%， 这背后全是跨境电商激增带来的冷链和仓储需求。而且别忘了还有一个门槛更高的 CPTPP， 虽然要求严格，但它对环境和标准的规定反而在无形中帮普洛斯挡住了竞争对手。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浪潮中，普洛斯不仅是一个房东，它更是一个绿色能源的供应商，一个数字时代的基建狂魔。无论贸易风向怎么吹，只要货还在流转，只要数据还在传输，只要绿色能源还是刚需，普洛斯的底层资产价值就只会越来越厚实。这种跨越周期的韧性才是它最迷人的地方。说到底，普洛斯赴港上市不仅仅是一个价值255亿新元的资本游戏，它更是一个观察全球经贸走势的多维窗口。对于香港来说，普洛斯就是一块试金石，证明了这里依然能对标纳斯达克的估值逻辑。对于普洛斯自己来说，这是他完成去杠杆、经业务新叙事后的终极检阅。而对于新加坡，我们也不必感到遗憾。虽然普洛斯没在 SGX 上市，但它作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全球巨头，其成功的经验为更多新加坡企业利用全球多层次资本市场树立了典范。在2026年这个动荡与机遇并存的年份，普洛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通过技术的升级和资本架构的灵活调整，优质的实物资产永远能够穿越周期，在世界的舞台上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看着普洛斯从新加坡起步，通过香港连接全球，这一路走来，你认为一个金融中心的真正实力是看它能留下多少家本地公司，还是看它能培养出多少家走向全球的顶级巨头？面对复杂多变的2026年，如果你是普洛斯的掌舵人，你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探讨资本背后的深层逻辑。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你觉得未来几年，新加坡和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会多于竞争吗？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欢迎点赞订阅，我是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